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本频道将着重于居家建议，不过本视频比较特殊一点，将会是我的 PS5 开箱视频。我没想到发行后会马上没货，所以我没有预购。我也会分享我这个是如何买到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这个 PS5 是在 Walmart.com 买到的，在2020年11月 PS5 释出之后，一直缺货。你上 Walmart 或其他网站都是没有货，他们不定期会加货，有很多网站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加货。我是用 DOC.com。Walmart 加货的比较频繁，我前几次的经验是，假如他下午1点加货，你下午1点去试，通常瞬间就没货了。然后过了一阵子，你会发现它出现了1点15或者1点半的加货时间，有时候更是一直显示缺货。如果你下午1点试了之后，能够把 PS5 加入购物车，但是付款却失败了，那就把它留在购物车中，每15分钟试一次付款，奇迹可能会出现。我看蛮多人都是这样抢到的，我这个是在3月初抢到的，不过等2个星期才发货。接下来我们来开箱，我们来拆开 PS5 包装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这盒子还不是很好拿出来，我尽量避免把盒子弄坏。先是一个纸盒，里面应该是有一些配件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主机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我买了有光驱的版本，因为我想要播放 Ultra HD Blu-ray 的功能。前面有 USB Type A 跟 Type C 的接口，各一个，还有电源跟光驱的开关。后面有2个 USB 口，它们有蓝色在里面，应该是跟前面的 USB 不一样。后面是给硬盘扩充的，前面是给 USB 闪存的。然后是网线跟 HDMI 2.1 的接口。这个盒子里面有手把、电源线、说明书、HDMI 线，还有一个底座。如果你要把 PS5 立着放才会用到。这还有一根是手把的电源线。我们把它装好，然后看看需要做哪些步骤。首先是第一次开机没法使用手柄开机，必须按前面的开关，然后将手柄连接好，然后做一些初始设置，像是语言、网络，还有电源设置。之后就会开始更新。更新完之后就可以登入你的 Sony 的账户，还有一些基本设置，然后就可以选择安装一些基本的 App， 像是 YouTube、Netflix 等等。之后它会自动寻找 PS4 来传输资料，还蛮智能的。只要把 PS4 打开，按下电源钮1秒，它就会找到。然后它会给你选择哪些资料需要传输。SSD 只有 825G， 所以其实需要省着点用。这部分其实如果有漏掉，之后还可以再次传输，所以不需要太担心。档案有点大，所以我就让它直接跑通宵，我去睡觉。OK， 我隔天醒来 ，PS4 跟 PS5 都休眠了。初始过后，就可以通过手柄来开机，不过传输好像中断了。这种情况就选择传输，然后做同样的步骤就行，很容易懂。不过我昨天没有开声音。我今天开了声音，发现之前开了萤幕语音阅读辅助，感觉没有必要，反而很吵。我顺便过了一次如何将这个功能关掉。接下来我们来尝试 Ultra HD Blu-ray。普通的 Blu-ray 播放器并没有办法播放 Ultra HD Blu-ray。这里有个小重点，这个 Blu-ray 必须要封面朝下放入，还挺奇怪的设计。播放没有问题。不过有 FBI 的声明，我就不放剩下的画面了。如果各位正在考虑购买大概$200的 Ultra HD Blu-ray Player， 可以考虑直接购买 PS5。PS5 将近500，但不但有 SSD 的速度和电视盒子的功能，还能玩游戏。接下来是游戏，看来我就算从 PS4 传输过资料，还是需要安装或是更新，还是要等。PS5 宣称可以执行超过 99% 的 PS4 游戏，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不能玩的，如果有遇到我会补充。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它自带的 demo。这次的卖点主要是即时光影、SSD、3D 音效跟这个震动手把。相对于只是震动，这个手把的震动将会是同步于画面内的声音和状态，让它更有质感一点。这手柄也有音效，感觉挺好的。我以前 PS4 手柄的音效感觉会突然很大声，会吓一跳，这个感觉好多了。震动也的确很有质感，像是在摸沙子的那种感觉。不过这些功能在普通的游戏，像这款魔法气泡加俄罗斯方块就没有什么用。我还蛮推荐这款游戏的，
它混搭了俄罗斯方块跟魔法气泡，有各种混搭模式，最多可以4个人玩，有小朋友也可以玩，也可以动动脑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以后如果有特殊发现，我会做补充。如果你还在为缺货而伤脑筋，可以试试我说的方法。如果你在考虑购买 Ultra HD Blu-ray Player 或者是电视盒子，可以考虑直接移步到 PS5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